今天我们来看个大家伙，由万代在本月采用通贩的方式进行发售的 HGUC265号阿力宙斯。整个玩具的外包装可以说是相当大，在尺寸方面完全碾压作为兄弟机的佩涅罗佩。好的，咱们也是闲话不多说，直接来打开包装看看吧。玩具内大大小小的板件共计39块，板件量倒是挺足的，但是外甲各处细节的分件量却是少得可怜。一打开包装，看到清一色的大块白色零件，还以为买到了万代的早期杂志附录。不过即便如此它也打出了买一得四的响亮旗号。具体怎么个回事，咱们按照说明书的顺序一一来看。首先就是本体量产牛高达，虽然 M2 魂在23年就发布了量产牛，但是在印象里作为拼装实体化，貌似还是头一次。只不过这次实体化属实是有些不尽人意。首先来看到玩具内附赠贴纸所集中的补色位置，分别是头部两侧面颊的黄色四边形，胸甲黄色的排气孔，胯部 V 字标识，这些都还在理解范围。抽象的来了，手臂装甲的黄色与蓝色这次都为贴纸补色。2G 与 1G 这样跨时代的产品就不说了，咱就是说18年前的老 HG 牛高达的手臂都能做出来的分色，到了你这就成了补色贴纸。整块零件纯靠贴纸包裹来进行分色，而且在顶部还没包裹全。历经18年的技术迭代，要说进步，对比明后年你戴哥可能确实是进步了。还没完，继续来看到脚尖位置，这里的黄色和老 HG 一样，需要用到贴纸补色，并且可以看出两边脚部的造型其实大差不差。但是呢，我们的万代叔叔还是选择了全新开模，并且在脚底板美美偷个胶。虽说 RX94是在 RX93 上降低成本所量产的，但是这方面你在模型上也不用这么还原吧？明明可以偷懒改用老素体的模具，却还费尽心思去设计镂空细节，我真的哭死。回到玩具的上半身区别牛高达最大的地方，个人感觉就是肩甲位置的新规了。3处散热孔均采用镂空的方式进行分件，来达到完美分色效果。唉，万代你突然这个样子我觉得好陌生啊。可动部分，头部上抬下低，手臂平抬，腿部前踢侧踢。侧踢、屈膝、曲肘都属于正常水准，腰部这里拔出来 look， 可以看到连接胯的位置是一个很粗的直座，360度平转自然没有问题。前倾的幅度，这个前倾的幅度几乎为0，左右侧摆也没啥亮点。配件部分，常见的高出力以及普通的光束军刀咱就不细看了，主要作为武器的视作光束步枪为3块白色零件组成，补色贴纸算了，我都懒得喷了。然后因为零件开模在阿力宙斯外甲的镜像板件上，所以当你全部拼完以后会多出一把一模一样的白膜步枪，但是它贴纸好像只给了1块此外还给了那么一堆替换连接件，可以通过简单的插拔实现浮游炮的挂载以及高出力光剑到加农炮之间的转换。接下来看到量产牛与阿力宙斯的合体环节，首先拆除腿部，调整根部球冠，拆除根部遮羞件，再适当调节腿部弯曲幅度，这样就可以挂载阿力宙斯的外腿甲零件了。最后安插在玩具内附属的地台支架上，下半身的合体就完成了。上半身的合体也同样简单，拉出裙甲展开机构，安装阿力宙斯前裙甲，肩甲向上翻折，拨出胸部接口，腹部驾驶舱向内收紧就可以安装胸甲了。背部安插好替换连接件，接着插销对接孔就完成了。这里也因为阿力宙斯背包较沉的缘故建议在玩具内附属的支架上完成接下来的合体。鸟头的安装需要收拢头部天线，再对准下方接口直插入就行了。浮游炮的安装也没啥难度，选对合适的连接件，整个拼接过程还是挺丝滑的。最后机械臂的安装也需要通过连接件完成转接，这里安插的时候记得对准上面的方形接孔。如此一来，我们的阿力宙斯 MS 形态就完成了。虽然模型整体分色偏素，但大体积带来的观感还是蛮震撼的。对比 HG 大白鹅，对比重牛，对比元祖，这体积绝对堪称壮举了。虽然四肢都设有关节，但是这般体积外加零碎的合体方式把玩就不推荐了。简单来看一下身上各处细节，小腿片头已经看过了，非常可惜包括外腿甲各处的喷口也是内壁细节非常漂亮，但同样不具备任何分件，后期想要加工各种涂装无疑是史上雕花。当然脚底板也没有让各位失望，依旧偷胶。合体状态下的前裙甲可以通过替换键和条一样，从内部伸出带有光束键的机械臂。接下来我们继续变形阿力宙斯飞行模式，展开机头，收纳巨大黄色天线，重新扣合，分离 MS 状态下的浮游炮以及机械臂，折叠后裙甲，拉伸尾翼，收拢脚掌支撑在地台支架侧边。
调节小腿甲外侧喷口，更换浮油炮连接件，以及重新调整机械臂造型，最后重新安装回去。注意这次机械臂连接的位置是下方四边形孔洞。变形方式可以说是非常简单了，基本就是 MS 形态的一趴变形。飞行模式下，体积虽然更大更有压迫感了，但在玩法上也差不多彻底沦为摆件了。OK，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个形态，阿力宙斯半损形态。虽说被归类到独立形态里但其实也就是量产牛高达，配备了浮油炮，外加前裙甲以及肩盾。裙甲和浮油炮的安装已经介绍过了，这里就不细说了。肩盾的安装需要拆除阿力宙斯装甲的后肩甲，再搭配配件里附带的连接件挂载在背包上就完成了。这里插一句题外话，虽然说明书上没有说，但所有的连接件都是成双成对给的，喜欢对称的小伙伴也可以把另外一侧挂上肩盾。OK， 那么以上就是这套 HGUC 265号阿力宙斯的全部玩法、全部内容了。拼装体验差点忘记说了，虽然万代的模具一般不太会有组合度的问题但是本套阿力宙斯身上的一些喷口或者是浮油导弹的造型和结构近乎一样，组装的时候就如同深陷重复地狱还有就是13200日元的定价真不便宜。别看它零件多但本质上还是大块塑料空壳外加偷胶而且作为本体的量产牛也没啥太大诚意，甚至还感觉有些技术倒退了。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各位的观看与支持，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